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被讨厌的勇气和它背后隐含的观念。在上期视频里，我们讨论了这本书所提出的目的论如何将人的现实困境简化为一种主观的选择，并把幸福与不幸福完全归咎于个体是否有勇气摘下墨镜。这种看似深刻的理念，其实忽视了心理创伤、社会结构、经济限制等外部条件的深层作用，也导致了某种形式的自我 PUA。 一个人不仅要为自己的不幸负责，甚至还要为自己的无力改变而负责。这种将一切归于内因的哲学，表面上是在激励人，其实常常让人更加分裂和孤立。尤其重要的是，我认为这种思维其实是中国许多流行心理学的底层逻辑，不论他们表面上采取什么话术。被讨厌的勇气，它看起来是宣扬阿德勒的心理学，但其实与阿德勒本人的思想有很大差距，而他的精神内核与其说来自西方哲学，不如说更多来自于东亚文化的内省主义，尤其是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它能在中国和日本非常流行。那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进一步来讨论这本书的局限性和问题，以及它是如何以自由之名实现对个体的另一种压制的。在视频开始前再说一下，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那么继续说回今天的主题，我们说被讨厌的勇气全书都建立在目的论和原因论的对立之上，也就是如果给自己找原因，那就会陷入被决定的状态。正如勇气的心理学这一节所说的，我们人类并不是会受原因论所说的精神创伤所摆弄的脆弱存在。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讲，我们是用自己的手来选择自己的人生和生活方式，我们有这种力量。按照这样的观点，一个人如果给自己的不幸寻找外在的原因，那就是缺乏勇气和逃避责任的表现了。但正如《习得性无助》这本书所认为的，如果一个人遭遇了不可控的负面事件，采取内归因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把失败归因于自己，这反而更容易导致个体丧失自尊，陷入抑郁或习得性无助之中。相反，如果他能够意识到外部环境的限制、他人的伤害、条件的约束，这种合理的外归因反而能保护他的心理健康，让他从自责和内疚的深渊中抽离出来。不过抛开这点不谈，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个人寻找外部原因就是不自由，就是逃避责任呢？我们打个简单的比方，在原始社会，人们普遍有着主客观互相渗透的思维方式，就是认为自己的主观意志、心理状态、行为举止可以影响和改变自然界的事物，比如儒家的天人感应、祭祀求雨等等。这就是一种非常粗糙和原始的目的论。后来随着理性的进步，人们意识到这并不是人的主观意志所能改变的，大自然有自己的规律。那么人类到底是变得更自由了，还是更不自由了呢？其实恰恰是更自由了，因为必然性并不构成对自由的压迫，恰恰相反，必然性是人为了实现自由而设立出来的。人为什么要创造自然规律？因为人想要获得控制权，想要更自由的生活，不再被风雨雷电所支配，不再活在未知和恐惧中，这才催生出了对世界必然性的认知。必然规律归根到底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外化，或者说对象化，它在一定程度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在终极意义上是人的自由意志建立起来的。因此，我们说目的论和机械论或者说因果论并不矛盾，真正高级的目的论必须包容因果论，而不是简单的排斥。承认我们的意志的局限性，这并不会导致人陷入无能和脆弱，反而恰恰是更加自由的开始，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了，才可能超越这种局限。无视现实原因，只在幻想中存在的自由，其实反而是更深刻的不自由。心理创伤也是这样，创伤会削弱前额叶皮层的功能，使人做出更本能化的逃避性的反应。只有理解、整理、命名创伤，才能恢复个体的掌控感。比如一个人因为创伤而经常存在某些躯体化的症状，有一天当他回忆起了那些关键的创伤事件后，他就将那些原本只能停留在身体的恐惧和焦虑给符号化。原先的他一紧张就胃痛，但现在他明白了，
每次有人要离开我时，我都会身体收缩，因为我害怕被抛弃。这一刻，过去的创伤不再只是一种无法言说、莫名其妙的困扰，而变成了一种可以与之对话的经验。一旦我们开始为这些体验建模，为这些反应寻找原因，我们就是在用意识重新接手身体里的无意识活动，我们的身体和心智也就开始整合了。在这里，我们意识到自己被环境所束缚的那一面，这没有导致我们更加无力，反而是更加强大和成熟了。而《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其实强调的是一种相当简单粗暴的目的论，也可以说是一种低成本的心理安慰手段。之所以说低成本，是因为它不需要你考虑现实的政治、历史、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束缚，也不需要你去追溯个人的历史，分析原因，只需要一刀切地指出你的不幸是你自己造成的。但你可以从当下改写你的经验，就可以实现内在超越。这的确是一种低成本、快速成长的理论，但这种理论很容易构成对自己的暴政，而当它被用在别人身上时，就往往构成一种非常严厉的苛责。比如几年前，我曾经参加过一个读书会，参与者都读过《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当时有一个女生就说到，自己陷入了婚姻的不幸福。她说她感到自己的丈夫无法让自己依赖了，原先她在很多方面获得丈夫的帮助，如今她感觉自己的丈夫变得不再可靠了。她总是采用成长、修行或者内心独立这样的话语，但她说着说着声泪俱下，非常难过。结果有一个心理咨询师说，你为什么寄希望于你的丈夫永远可靠呢？原先的你需要依靠他，而现在的你觉得丈夫不再可靠了，这说明你成长了，所以你现在选择看到他不可靠的一面了。你应该为自己的成长感到高兴，你变得更加独立和勇敢，不再需要丈夫的庇护了。但是我当时就感觉这个女生的悲伤程度是超乎寻常的，在她的那些关于成长、独立和依赖的理性话语背后，似乎有着某些难以言说的东西。于是我就打断这个咨询师的话，我问这个女生，是什么事情让你感到丈夫不可靠了呢？结果这个女生后来渐渐说出了一个可怕的事情，就是她的丈夫和婆婆执意想要一个孩子，最后导致她意外怀孕并且流产。这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家暴了，而且很可能伴随着其他生理、情感和经济上的侵犯，以及在人际关系上被孤立的困境。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要不要成长和超越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她和丈夫之间存在认知差异、三观不合的问题。这个女生是需要外力帮助和干预的，但在那种结构性的压迫和孤立中，她可能不太能意识到这是严重的伤害，仿佛自己还是有的选择的，只是一个寻常的婚姻问题，而咨询师也没有察觉到这一点。或许另一个原因在于，在那样一个讨论被讨厌的勇气的读书会当中，勇气、成长、独立、变得强大已经成为这个场域默认的叙事范式，任何情绪和想法似乎都必须使用这套话语来表述，表达脆弱、追溯创伤反而成了一种禁忌，一种缺乏勇气的表现。于是这个女生也只能去压抑和扭曲自己的创伤体验，将其淡化，或者说合理化为我和丈夫的观念不合这样的问题，仿佛承认自己无助和痛苦，就是在逃避自己的责任。因此我们说，当这种话语应用在他人身上时，其实很容易造成一种更加严厉和压抑的状态。这也鲜明地体现在这本书里的另一个段落里，在第4章要有被讨厌的勇气里，哲人说，从阿德勒心理学来看，要和所有人建立横向关系，也就是平等的关系。青年说，这怎么可能做到呢？比如在公司里，社长和新员工如何能缔结平等关系呢？如果我对上司发表傲慢的意见，那肯定会被批评欠缺常识。哲人说，对上司察言观色，这才是想要逃避自身责任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假如你按照上司的指示去做，结果工作失败了，这是谁的责任呢？青年说，当然是上司的责任，我只是按照命令行事。哲人问，那你没有责任吗？你有拒绝和提出更好方法的余地，你为了逃避其中的人际关系矛盾，也为了逃避责任，才选择性地认为没有拒绝的余地，你是自己让自己陷入了不平等的关系。青年说，理论上是如此，但实际上做不到。哲人说，
但是你现在就和我建立了平等的关系，无所顾忌地说着自己的想法，你要学会不要瞻前顾后，可以从这里开始。青年就被哲人说服了。这个对话就是典型的混淆场景。职场里的上下级关系是存在明确的权力差异的，而青年和哲人的对话关系本来就是被预设为平等沟通的情景。当然，我觉得青年和哲人的对话其实也不是很平等，但哲人用后者来推导前者，把平等沟通的理想推广为现实可行的标准，这是非常严重的混淆。现实中，大多数人在职场上主要不是因为懦弱或逃避而察言观色，而往往是因为他们在权力结构中确实面临实在的风险，比如被孤立、被打压、失业、收入降低等等。在大多数组织结构中，下属的责任与权利是不对等的。你可能有表达的权利，但没有决定的权利，也没有承担失败后被保护的安全保障。在这种结构下，我只是照做命令其实是一种痛苦但必要的生存策略。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样不够勇敢和英雄，然而上司没有给我相应的权利保障，却要我承担无限的责任，出事了我还要自己 PUA 自己，这真的是为自己负责的表现吗？被讨厌的勇气看似讲的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意志，它的内在逻辑不如说是东方文化里的责任至上与义务本位的变体，所以这本书能在中国和日本大受欢迎也是有原因的。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强调责任优先于权利，集体不保障你多少权利，但你却要为集体承担无限的责任和义务。忍耐、自责、任劳任怨、不添麻烦被视为一种美德，但这种道德其实也可能是另一种未经反思的服从。被讨厌的勇气虽然强调的是课题分离，主张个体自由，不为讨好他人而活，然而当他回避了系统的不公正，将一切都归结为个人的勇气时，他其实与孟子讲的反求诸己是完全相通的，也就是一切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只不过他使用了心理成长的新语言。值得一说的是，阿德勒的心理学虽然的确提过勇气，但阿德勒从来没有主张用那样严厉的方式对待病人，更不会认为过去的创伤都是无足轻重的。在他的著作《自卑与超越》中有这样一个非常相似的案例，就是有一个35岁的男性一离开家门就会焦虑，一坐到办公室就会大哭大叫，只有晚上回到家和母亲待在一起才能安静。那么阿德勒就和他探讨了4岁时的记忆，并且想办法探讨一种能够和他的主要兴趣结合的工作。最后这个男性成功的被治愈，有了自己的事业。在《自卑与超越》中，我们看到的是阿德勒大量的探讨早期记忆、学校、父母、青春期是如何影响人的心智的。他分析了大量超出个体心理的现实问题，主张社会应当为个体创造更健康的成长条件。比如在教育理念上，他批评当时奥地利的学校都是根据政府的需要设立的，只是教育学生去当一个有教养的顺民，维护上层阶级的利益。他批评当时学校威权的教育制度，使很多小孩陷入过度竞争的焦虑和恐慌。阿德勒还提到，有一个老师帮助了一个对他人充满敌意的儿童，他的做法是让其他同学都与他做朋友，后来这个儿童的行为就改善了。因此，阿德勒认为应当让孩子更早地学会自治，老师只是作为一个辅助者、观察者，这样才能激发儿童与他人合作的兴趣。那说到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虽然岸见一郎说自己早在几十年前就对阿德勒的思想爱不释手、欲罢不能，但他的思想其实与阿德勒相去甚远。这也是许多东方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文化时很常见的误区，就是他们对西方文化中关于责任和思想启蒙的那部分更感兴趣，但西方哲学里那种人道和宽容的精神却是有意无意地忽视掉了。结果他们的哲学不论套上什么外套，听起来都非常严厉，充满了圣人主义的色彩。今天就先聊到这吧，下期节目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话题。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
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